谁能想到，我一觉醒来竟陷入了规则怪谈。看着碗里颜色奇怪的肉，我一点胃口也没有，还想吐。我悄悄抬头环顾客厅布置，靠近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个冰箱，冰箱里可能有其他食物。我记得规则中写着不要打开冰箱，别无选择。我只能屏住呼吸去吃碗里的肉，味道并没有想象中的恶心，但也很难咽下去。吃过晚饭，爸爸和哥哥无声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盯着黑漆漆没有电的电视。妈妈一边埋怨，一边叮叮当当收拾碗筷，一切看上去诡异又正常。我匆匆走上楼梯，身后有人追了过来，冰冷的手死死拽着我的手腕。我僵硬回头，来找我的人果然是哥哥。小将，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冰冷的寒意顺着他抓我的手往我身上爬行，我不敢说话，拼命甩开他的手，往楼上房间逃。我深知规则中写着不要和哥哥交谈，不要相信哥哥的话。他没有追过来，但视线一直粘在我的后背上。你要相信我，只有我知道一切。这个世界是假的，在这待满7天，你也离开不了这里。回到房间，我平静下来思考他说的话。这个世界是假的吗？难道所有参加者都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？根本不可能有人活着离开。这个想法让我齿寒发抖。我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手表显示现在是晚上11点。手表上没有红灯亮起，代表没有参加者淘汰。也许这条规则是对的。眼下只有2种可能性：第一种，所有人都管住了好奇心，没有和哥哥交谈；第二种是这条规则是错的，可以和哥哥交谈，哥哥的话都是真的。只有这样才不会触发规则。我倒在床上睡了一会，一觉醒来，手表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0月19日。我吓得立即清醒过来，按照规则，计数日期的午夜12点要去看客厅的窗户。已经过去了1天，我居然睡了这么久，仿佛我睡觉的这段时间，一切都停止了。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时间到了深夜11点30分，我走下昏暗的楼梯，来到客厅里一扇宽大的落地窗前。手腕间的手表忽然频率奇怪地震动起来。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，只有一句话：千万不要去看客厅的窗户，这条规则是错的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知道这条规则是错的？我手指颤抖发去信息，久久没有回复。跳动的电子数字，即将到达午夜12点整，只有2秒的时间可以选择。我立即转过身，闭上眼睛，一大片血迹从天而降，血水一样泼在落地窗上。同时，手表红灯在黑暗中刺眼地亮了起来。又有人被淘汰了，这是一条错误的死亡诱导规则。如果没有那条神秘短信提醒，我可能也死了。我靠在楼梯墙边，心跳极快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恍惚感。弹幕疯狂地刷，运气太好了，他居然选对了。死亡回放也跳了出来，我随意点开一个视频，画面中男人的死法看得我有些生理不适。走上楼梯时，我腕间手表再次震动，还是没有信息来源的短信。我没时间了，只能再告诉你一条错误的规则。我等了一会，手表安静的没有信息提示，像是对方遇到了危险。回到房间才睡下，沉重逼人的脚步声再次出现。小将，你睡了没有？门外中年妇女在咆哮，我没有回答。把灯关掉，不许浪费电，听见了吗？我的沉默惹怒了他，他又拼命砸门，似乎下一秒就要闯进来。在游戏中，所有生物都必须遵守规则，不管是人类还是这些诡异的怪物。我没有触犯规则，他们就不能伤害我。我冷静下来，用被子盖住脸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凌晨4点，我被床的震荡惊醒了，不是地震，是有东西在床下蠕动，试探的要爬出来。房间里的灯不知什么时候熄灭，窗外暴雨不停。我想起规则第3条，床下传出声音时要去查看。